Hello，咁咧呢幾日咧市況咧都比較波動啦，收到好多留言，亦都見到好多 comment， 即係話瞓唔着啊，唔想睇個市啦咁樣嗰啲。咁啊，我唔知今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好嘅消息定係壞嘅消息啦。不過我其實咧早嗰幾日咧，我已經見到呢一個文章嘅分享嘅，係由 Ray Dalio 嗰度出嘅。其實都想整個影片嘅，咁所以咧今日咧都特登收輯咗一啲重要嘅資料，想同你哋分享啦。咁今集嘅內容咧，我就會講一講 Ray Dalio 咧。早嗰幾日就講咗股市嘅泡沫咧已經爆破啦。咁好啦，咁既然佢話個泡沫已經爆破啦，依家係咪就係入市嘅時機呢？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咁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咁呢段影片咧係我自己個人做嘅資料搜集，再收輯成影片咧去做一個分享嘅。投資有風險，咁記得自己做好功課啦。咁呢一個影片咧就唔係一個買入或者賣出嘅建議。好，幾日前咧我留意到咧全球最大嘅對沖基金公司 Bridgewater 嘅橋水啊嘅基金創始人 Ray Dalio 嘅言論啦。如果你係有睇我嘅影片咧，一段時間嘅人咧都應該知道咧，我喺唔同嘅影片咧其實都提咗佢幾次嘅。事實上咧，佢喺過去咧1至2年嚟咧都不斷咁樣提醒公眾啦，有關呢個資產泡沫化嘅風險。其實作為元老級嘅投資者 Ray Dalio 咧，一直建議係用最簡單嘅投資嘅方法，當中包括首先就係決定你有幾多可以做儲蓄，有幾多可以投資咧。第二，佢係建議大家創造一個咧多元化嘅投資組合。另外第三咧，佢係建議投資者係學習同埋了解市場嘅長期循環週期。佢利用咗自己嘅知識同埋經驗啦，提出咗6大 bubble 嘅 indicator， 即係咧泡沫指標。而且咧喺早幾日之前咧，佢就話呢個泡沫已經爆咗啦。咁既然爆咗，依家係咪入市時機呢？首先我依家同你哋一齊睇一睇呢啲指標現時咧去到邊一個嘅程度。第一點就係要研究咧，相對於傳統價值啊，去衡量翻咧依家現時嘅股票市場，佢屬唔屬於一個高嘅價格？佢呢個 indicator 嘅做法咧，就係通過揾出呢啲資產嗰個存續期裡面嘅現金流嘅現值，然後再將呢啲現金流嘅現值咧，同呢個利率進行一啲比較。簡單講句咧，就係睇下依家股市有幾貴啦。要睇股市嘅估值咧，其實最直接就係睇大盤嘅 PE ratio。咁我上次嗰段影片咧，亦都有講過 Shiller PE ratio， 即係 cap ratio 啦。咁 Shiller PE ratio 咧就用咗 S&P 標準普爾500嘅指數公司咧過去10年嘅年度收益，再去用呢個 CPI 去調整過去嘅通脹收益，最終咧佢就會揾出過去收入調整等於咧依家美元嘅等值。而呢個 Shiller PE 咧喺過去20年以嚟咧，佢平均值係25.7。咁截至5月10號啦，呢個數值咧係31.5，仍然係高於平均值。咁而極高嘅 Shiller PE ratio 咧，即係意味住公司嘅股價咧遠高於公司嘅盈利所得嘅表現。所以咧，我哋就會話呢啲股票咧被高估啦。咁越高嘅 ratio 代表市場咧最終會通過將呢個股票價格推低，即係 correction， 將呢個估值咧修正翻。咁除咗睇大盤嘅 PE 之外咧 ，Ray Dalio 咧仲會將公司嘅現金流嘅現值同埋利率咧進行一啲比較。一般嚟講咧，利率越低，股市嘅估值咧就越高；利率越高，股市嘅估值咧就越低啦。我哋可以睇一睇呢個圖表。以下咧就係1960年至到依家嘅 Fed Fund Rate， 即係聯邦利率嘅圖表。而呢個係5年圖嘅圖表。依家我哋嘅利率嘅水平係大約呢度。咁聯儲局咧一向嘅目標利率咧係大約2% 左右。而今年嘅通脹情況咧就特別嚴重。我之前就講過啦，市場普遍認為咧2.5至3% 嘅目標利率咧可能會出現。咁市場對於通脹嘅擔憂之下咧，有人認為咧 Fed 咧係冇能力通過加息咧去控制通脹，或者咧 Fed 咧係要用更大更強嘅加息力度咧先控制到通脹，即係超過3% 啦。咁大家都見到過去10幾年以嚟啦，其實美國嘅 Fed Fund Rate 都係處於一個極低嘅利率水平，咁樣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股市喺過去幾年以嚟咧一直都係處於一個高估值嘅情況。但係依家嘅情況就係美國咧正式進入呢個加息週期，而因為咧俄烏嘅戰爭同埋中國嘅封城咧，將本來已經嚴重嘅通脹問題咧再次推向呢個高峰。所以咧我依度會見到最少嘅加息力度咧都會比我哋想象中更大。而另一個 Bridgewater 內部嘅指標咧，去睇翻呢個市場嘅估值係點樣咧？你可以參考翻呢個 Bubble Pricing Gauge。呢一個圖表，呢度係1920年代同埋1990年代至到2000年咧，一個科網股爆破時候咧，當時個泡沫嘅情況，當時嗰個數值咧係接近100%。
而喺2021年初最高嘅位置咧係大概90左右。5月咧依家最新嘅數值係50%。第二個指標咧就係睇下公司嘅產能咧可唔可以持續啦。Ray Dalio 咧就解釋，如果當公司嘅產能咧受到限制嘅話，即係意味住公司咧嘅增長冇辦法持續。所以咧，我哋要利用公司過去嘅收入，再去推斷咧呢個股市週期下呢個公司盈利嘅增長率。Bridgewater 嘅呢個指標咧就叫做 Bubble Discounting Gauge。呢個指標係計算，如果我哋想由債券回報裡面咧得到相等於股票嘅回報率嘅話，佢所需要嘅收益增長率係要幾多呢？即係 earnings growth rate 係幾多呢？咁目前咧呢個指標係整體市場上面咧係60% 左右。咁股票嘅收益增長折現率咧仍然係有啲高。咁相比起1920年代啦，同埋1990年代接近100% 嘅呢個數值咧，其實係為低嘅。Ray Dalio 咧就用 overhyped tech bubble stock 去形容呢啲過度炒作嘅科技股。佢更加點名指出咧 Tesla 同埋 Roku 咧係作為呢啲炒作嘅科技股嘅例子，但係佢亦都重申 S&P 500裡面大部分嘅股票咧其實都唔係重災區，較大嘅泡沫嘅問題咧就係呢啲咧未有盈利嘅公司，仲係處於 net loss 嘅階段嘅科技公司。呢個亦都係過去幾個月以嚟咧，我不斷提醒你哋咧要遠離或者減少係一啲未有盈利公司嘅股票嘅比重嘅原因。咁至於 Tesla 係有盈利，但係佢 PE 咧仍然係106.8。咁 Ray Dalio 咧佢就自己對呢個 Tesla 極高嘅估值咧係抱有懷疑啦。咁 Ray Dalio 就話啦，最壞嘅泡沫咧爆破嘅時候咧，某一啲嘅股票會跌到剩翻1/20嘅價格。而我睇翻咧過去幾個星期啦，各大公司嘅第一季嘅 earnings 之後咧，咁呢啲業績報告出咗之後，我其實喺 Patreon 咧都有分享咗唔少我對業績上面嘅睇法嘅。咁而大部分嘅分析師咧，亦都對科技股行業嘅盈利增長嘅預期咧都有所下調。但係呢啲盈利增長嘅預期咧，呢啲數值相比起過往嘅歷史數字嚟講咧，仍然係處於一個較高嘅水平。另一個 Ray Dalio 會參考嘅泡沫指標咧，就係佢話要睇下有幾多全新嘅投資者啦，同埋佢用天真嚟形容呢啲投資者嘅。佢話要睇翻呢啲買家多唔多啦，會唔會係咧呢個市場好熾熱嘅時候，好多呢啲咁嘅新嘅買家咧被吸引咧入咗呢個市場度做買賣咧？咁其實過去2年以嚟啦，呢個牛市嘅股價上升吸引咗咧，的確係好多新嘅投資者湧入咗呢個股市市場裏面嘅。咁呢一個咧指標咧，往往都係咧顯示住泡沫嘅出現。咁呢個指標咧係參考緊有幾多新嘅投資者去湧入去買一啲好受歡迎當時咧最熾熱炒賣嘅股票一個指標。咁而呢個指標咧喺2020年咧就突破咗咧90%。而最近咧我見到呢個市場嘅零售活動咧，其實佢嘅步伐係明顯放緩咗嘅。而呢啲咁活躍嘅新手投資者咧，佢哋依家嗰個喺市場嗰個活躍程度，大約咧已經回復翻去到喺疫情之前嗰個平均水平㗎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呢個指標啦。喺1998年至2000年時期嘅時候咧，同埋2020年至2021年時期咧，係一樣咁樣先爬上高位，接近100%，然後喺短時期內咧就大跌。喺2000年嘅年尾同埋咧2022年年頭咧，其實非常之相似。如果你係根據翻喺2000年呢個圖表顯示咧，好有機會我會見到今年新手入場嘅機會咧會進一步縮窄，同埋咧係下跌嘅。另一個我哋可以參考咧就係 Robinhood 呢個指標啦。Robinhood 咧就係喺美國最多新手同埋年輕一代用嘅交易平台啦。咁佢嘅新增用戶嘅數字咧，對我嚟講係一個指標。咁喺唔到1年時間裏面咧，其實 Robinhood 自己嘅股價咧，亦都縮水咗73.4%。Robinhood 咧最新嘅季度業績報告裏面咧，就顯示咗佢哋嘅活躍用戶咧係急劇下跌。第一個季度每個月嘅活躍用戶咧係跌咗10%，去到1590萬。而 Robinhood 呢間公司喺2021年咧頭3個月咧係錄得1770萬個活躍用戶嘅。再簡單一啲嚟講，如果你身邊咧好多叔伯兄弟啊、三姑六婆，由原來都冇
投資過嘅，變成咧進入咗呢個市場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話俾你聽，呢一個係 bubbles 啦。而泡沫嘅另一個先兆咧，係普遍好多過分樂觀嘅情緒啦。咁由於早2年時期咧，牛市期間投資喺股票市場嘅人咧非常之多，咁佢哋咧將大量嘅資金咧投入咗股市裏面。咁呢啲人咧可能到咗今日嚟講咧，佢哋已經冇咁多嘅資本可以再繼續投資啦。咁更加有部分嘅人因為下跌咗，佢哋驚，所以咧出售咗咧佢哋手持嘅股。咁呢一個動作咧，其實係進一步造成咗咧呢個市場嘅消極情緒啦。Ray Dalio 嘅另一個嘅指標咧，就係睇一睇呢個 bullish 呢個牛市嘅 sentiment 嗰個情緒係有幾高。咁你可以睇一睇啦，圖表上面咧，2002年開始啦，對股市睇升嘅人咧，就一路跌到去20%。咁市場嘅反應咧係非常之消極。咁喺2022年都一樣咯喎，睇升嘅人咧由年頭急跌到依家。睇跌大約咧係20%，比2年前嘅80% 嘅數值咧，其實係大幅下滑咗。而另一個方法點樣去辨別咧？依家係咪泡沫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咧 IPO 嘅數字。IPO 嘅數字咧，過去2年，即係2020同埋2021年咧，其實佢哋係可以叫做歷史上啦，其中一個最火熱嘅時期。其實呢個數字咧，我喺過去有其他嘅影片有分享過嘅。就正如我以前有講過啦 ，IPO 咧係公司揀最好嘅時間去上市，公司咧要集資募資，所以咧係唔會平嘅。咁 SPAC 咧同埋傳統嘅 IPO 喺2021年高峰時期咧，佢嘅上市總數咧係講緊1035單，相比起疫情之前2019年咧係大大上升咗346%，而相比起2020年咧，亦都升咗115%。咁 SPAC 呢啲咁嘅公司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空白支票嘅公司啦，係利用一個反向收購公司嘅形式去做一個上市嘅動作。咁呢度咧，佢嘅監管障礙咧係比較低，所以咧有更多嘅投機嘅公司或者咧係未有盈利嘅公司咧，就進入咗呢個市場。而我喺上年大概5月嘅時候咧，我哋都出咗個影片嘅。當時咧我就同大家講咧，我想離晒場啦，即係 SPAC 嗰度。而你亦都可以見到現時咧 IPO 嘅總量咧，正在係大幅咁樣緩減啦。咁預料咧呢個數字喺2022年咧，會回落到至少係400單以下噶啦。Ray Dalio 咧，亦都建議咧另外一個指標去衡量呢個股市係咪喺泡沫裏面。佢會睇一睇市場嘅投資項目啊，都係咪通過咧呢個負債或者係融資，即係 leverage 或者係借錢去買呢啲咁嘅資產咧，所以 Bridgewater 咧就設計咗另外一個 ratio 叫 leverage ratio， 即係槓桿比率啦。如果市場係利用一個好高嘅槓桿嘅時候咧，佢通常咧就會願意承擔更高嘅風險，因為佢哋覺得佢哋就算承擔咗一個高嘅風險，亦都可以咧收到一個更高嘅收益。不過用 leverage 嘅壞處就係你放大你個收益嘅同時，亦都放大咗你嘅虧損。我之前咧喺某一啲影片咧亦都分享過，咁我之前咧喺某一啲影片亦都分享過啦。如果你用咗槓桿咧，又咁啱遇正呢個市場低迷嘅時候咧，咁嗰個風險咧就會其實係更加大，因為咧你用咗槓桿，而你跌市嘅時候，你個保證金咧就會因為過低而被呢一個咧券商咧追你去加保證金。如果唔係咧，你加唔到嘅話咧，佢哋就會係強制平倉，即係將你咧現有嘅股票嗰啲貨咧去拋售。咁呢一個咧亦都會造成一個雪球效應。即係話咧，市場跌市嘅時候咧，令到更多嘅交易員被逼平倉，令到咧更多貨喺市場上面出售，咁從而咧令到呢個價格咧係跌得更加快。咁 Bridgewater 咧就話啦，佢哋嘅槓桿指標咧係用嚟量度呢個槓桿嘅動態比率，亦都咧會將呢個期權合約咧納入呢個槓桿形式去計算。依家嘅數值咧係50%， 2020年同埋2021年咧年初當時候嘅數值咧係講緊接近90%，而1990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呢個 percentage 咧係接近100% 嘅高位。你哋亦都會見到喺2000年呢個 dotcom bubble 嘅時候咧，市場亦都大量使用咗槓桿。喺2020年至到2021年咧，亦都達到80% 以上。呢一個咧係講緊好多年嚟嘅高位之一。而你睇翻啦，喺1990年代咧，當佢呢個泡沫爆咗嘅時候咧，佢嘅槓桿指標咧要去到2002年咧先至觸及呢個低位，即係咧歷時超過1年。
而呢個咧槓桿嘅比率咧係一步一步咁樣跌嘅。所以我自己睇啦，呢個槓桿指標喺未來都有機會繼續試一個低位。當然啦，如果好多人係對呢個股票市場個熾熱度好高嘅時候，佢哋咧通常會壓住佢哋未來股票嘅價格會上升，所以咧佢哋咧就買入好多大量遠期啦，同埋投機性嘅買賣，例如用咗槓桿啦，或者咧用option 期權合同啦，去買一啲遠期嘅合約。咁喺呢方面咧 ，Bridgewater 咧就通過去觀察呢啲遠期嘅投資嘅態度係咪過分樂觀，嚟揾出咧呢個泡沫係咪過剩啦。簡單講句，即係分析股票 option 期權嘅合同遠期購買咧個熱度係有幾高。同樣 Ray Dalio 咧亦都會關注咧其他嘅指標，睇下咧公司對呢一個市場個樂觀程度係有幾高。例如佢哋會睇一睇一啲 capital expenditure， 即係一啲資本支出呢啲咁嘅數字嘅指標，睇下佢嘅企業喺基礎設施或者工廠方面嘅投資係增加定係減少，嚟反映翻咧呢啲企業係咪認為將來咧佢嘅需求會係有持續增長。如果公司係認為未來嘅需求好大咧，佢哋就會增加依家嘅資本支出啦。咁相反，如果佢哋推算未來嘅需求唔大嘅話咧，佢就會減少呢個開支。而依家咧呢個指數咧係做緊40% 左右。好，頭先同你哋睇咗咁多個嘅bubble indicator 嘅指標啦。咁 Ray Dalio 咧佢就喺幾日之前就出咗一個結論啦。佢就話啦，泡沫股咧已經係破滅咗。咁你就一定會問啦，咁既然爆咗，依家係咪一個入市嘅時機咧？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參考以上嘅各種指標咧，我係好認同咧，依家大部分嘅分析師亦都對呢啲科技股嘅行業佢哋嘅盈利增長預期咧係有所下降。就算係大到好似 Amazon 呢啲公司，或者係較細少少嘅 Roku 呢啲咁嘅公司啦，佢哋都係有一個增長收縮嘅預期。但係我都認同歷史相比咧，呢個數值仍然係處於較高嘅水平。我唔係認為依家咧唔可以入市。但係亦都係咧，我一直過去幾個月咧，不停咁樣係影片都提過，投資者應該喺入市之前應該要識睇公司嘅財務數據同埋佢估值，減少同埋遠離咧呢啲自身盈利有問題或者係未有盈利嘅公司嘅股票，即係間公司仲係蝕緊錢嘅公司，未有盈利嘅公司嘅股票咧，我哋叫呢啲叫做泡沫股。咁亦都好多嚟講咧，都下跌咗咧最少30% 㗎啦。咁呢啲未有盈利嘅公司嘅跌勢咧，有機會隨住呢個 bubble 爆破嘅話咧，可能會跌得更大，所以我唔認為咧依家係可以買入嘅時機。頭先有提過啦，所有嘅 spec 咁之前亦都有提過啦，直播 ARK 或者係啱啱上市咧3年以內未有盈利嘅公司嘅股票咧，佢嘅修復時期咧會變得更加長。咁我琴日咧其實喺 Patreon 咧啱啱出咗一個 post，嗰陣時咧我就分享過呢個債市上面一啲更新。其實我上星期咧見到大量嘅資金咧到頭流入翻咧去呢個債市，其實依家咧表明咧即係話俾我哋咧聽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話啦，市場依家情願要低回報或者係保本金嘅策略。雖然佢哋知道債市喺加息期內咧表現唔係太理想，但係佢哋都想將你個風險分散，由股市轉翻去債市。所以咧，我認為咧呢一次嘅跌市時期咧，可能最少咧都講緊係6個月左右。或者係甚至更長先可以收復到。投資者咧就要有長期作戰嘅心態啦。而對我嚟講，如果本身係一個優質產業嘅龍頭股嘅股票咧，如果你係嚴守紀律，趁跌嘅時候按自己計出嘅目標價咧，分住咁樣買入做長線投資嘅話咧，3至5年以上嘅投資年期咧係可以做嘅。但係如果你唔自己本身唔係投資者，你係交易員，你係短線炒賣為主嘅話咧，咁我之前喺 Patreon 都提咗佢哋幾次，必定要嚴守紀律，定立一個咧10% 以內嘅止蝕，因為咧近期個市況咧波動得太犀利，而呢個年期咧可能會比你想象中更長。不過我可以話呢個下跌到幾時先會轉好咧？其實係冇人可以準確咁樣預測到。巴菲特都講咗好多次，佢冇能力話俾你聽幾時係先係跌完市，幾時先係牛市。
但係如果就翻過去 Q1 啦，啱啱出嘅業績報告啦，去睇翻佢哋嘅 earnings 預期嘅話咧，咁我睇最少公司講緊嚟緊嘅1至2個季度咧嘅產能仍然會受影響，所以我個人認為咧，呢一個跌市至少會長達幾個月至到年底嘅時間。記住啦，避免太貪心 ，time the market 咧對我嚟講唔係一個最好嘅策略。time the market 即係意思你係永遠就係想撈底，撈到最底。最平嗰個位先買，其實係好難做到嘅。但係咧，我哋可以做到咧，就係事後喺跌市之後，按自己嘅計劃去行事。咁我呢幾日咧都分別吸納咗唔同嘅龍頭股嘅股票啦，亦都有包括 ETF、VO、QQQ。咁我都有開始分住咧去入市嘅。咁自己咧守翻紀律，多做功課。睇翻我頭先講嘅資本支出嘅數字啊，分析翻公司嘅財務支出等等呢啲數字，其實咧你係可以喺佢哋嘅財務報表裏面咧揾到好多有用嘅資料嘅。咁我喺呢個課程裏面咧就教咗點樣睇同埋去分析呢啲咁嘅數字。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學嘅話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必學嘅7大課呢個連結去了解一下。咁當中咧課程亦都會教你點樣建立翻自己嘅估值模型啦，教你點樣去計算股票嘅公允價值。雖然 Ray Dalio 係一個元老級嘅投資者啦，我睇完佢嘅分享，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個人嘅投資策略咧就冇乜大嘅改變。我亦都冇話因為佢言論話爆完啦，我就即刻衝入市去盲搶貨咁樣。喺歷史上面咧，其實亦都出現過好多次所謂嘅泡沫過度修正，即係話咧，因為雪球同埋羊群效應之下啦，咁同牛市一樣啦，熊市嘅時候咧，市場咧係過度拋售，超出咧佢哋基本面應該所需要拋售嘅幅度。其實呢啲都係喺過往咧時有發生。咁當然啦，同樣喺牛市時期咧，好多人都因為咧見升啊，就覺得佢會繼續升，所以咧就不計成本咧高追入市。咁同樣啦，有個道理喺跌市嘅時候，佢哋就會覺得佢繼續跌啊，永遠跌啊，唔敢入市或者係恐慌式咁樣拋售啲貨。所以咧喺雪球效應之下咧，我自己係唔排除仲有再跌嘅機會。但係咧，我個人咧就冇水晶球，我唔會以 time the market 撈底為目標。最緊要我哋投資嘅錢係唔影響到自己嘅生活費嘅話咧，我係可以耐心入市同埋等嘅。呢個係我一個個人嘅投資心法。過去咧，我喺唔同嘅影片都有分享過啦。投資咧就要量力而為 ，diversify 你自己 portfolio， 小心控制咧你要投入嘅金額，同埋咧確保你自己咧有6個月以上嘅緊急備用金咧先好投資啦。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呢個泡沫係咪已經爆破咗咧？你自己入市策略又係點咧？睇完頭先個指標，你會唔會對呢一個市場咧有翻少少嘅信心咧？好，今日咧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